相亲对象啊，喜不喜欢你哈，它是有区别的。我们先来说一下男生，男生对喜欢的女生和不喜欢的女生呢，态度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很容易辨别的。对喜欢的女生呢，他会主动联系啊，找话题，约见面，吃饭、看电影，出去玩，献殷勤，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表白，什么时候能牵手，什么时候呢能入洞房。他对态度忽冷忽热的女生呢，他会患得患失，但是如果持续得不到女生的积极回应啊，他也会放弃的。对于不喜欢的女生呢，他直接就不联系了。家里催得紧的话，他可能偶尔会联系一下你。即使女生主动联系他，男生啊反应也是比较敷衍的，比较迟缓的。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女生对喜欢的男生和不喜欢的男生，他的表现什么样的呢？这个心态啊是比较复杂的啊，大体呢可以分为3种类型：喜欢、一般和不喜欢。第一种是对喜欢的男生，他呢也会主动联系的，但不会太主动啊。太主动的联系，他会觉得自己不矜持。男生主动联系他的时候呢，他会很高兴，但是呢不会表现得太明显啊，会不断的考验男生的忠诚度，会主动去试探男生的态度，对男生一点点的小问题啊也不会太计较的，偶尔会对男生呢主动袒露心声，也会考虑男生的感受啊，对拉近和升级关系这种语言和行为的表现呢是半推半就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感觉一般的，那可以尝试接触，万一人品好呢也可以接受的，但是一般不会主动联系男生。男生主动联系他的时候呢，他也能积极回应，约吃饭呢也能约出来，但是问他态度的时候呢，短时间内啊他基本上啊都是慢热的，需要继续了解你。男生的某一次献殷勤呢，可能会升级为关系的转折点，对男生的好感倍增，但同时如果某句话没有说到他心里，可能也会成为这段关系破裂的导火索。第3个就是对不喜欢的，有的女生啊对不喜欢的男生呢会直接拒绝的，但是有些女生呢她就不会直接拒绝啊，但是呢她也不会主动联系，回复消息的时候比较敷衍，也很迟缓，约见面呀基本上是约不出来的，聊天呢也找不到话题，心里呢对男生是看不上的，但是又害怕错过了，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所以呢这是女生的3种心态，你了解了吗？你不是要彩礼吗？行，那咱们先把婚检做了吧。最近网上呢有一个很炸裂的事儿哈，广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还有厦门，陆陆续续出现了呀，女方要彩礼，男方反过来要求女方做婚检的新闻，我都不知道你们看到了没有哈？这是男性开始反击的号角吗？甚至还有人说哈，要求女方必须是处女，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女方不总说彩礼是传统吗？那好，传统是什么呀？我已经说过800遍了哈，八抬大轿抬的是大家闺秀，临媒正娶娶的是贤妻良母，重金娶妻娶的是完璧之身，3媒6聘聘的是知书达理。所以女的说要传统，那我说的这些是不是也合情合理呢？所以你看哈，这届的网友真的是太有才了，但是女生的观点却不同了哈。女生普遍都会说，我要是做了这些，孩子归娘家信吗？你男方能替我生孩子吗？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所以做婚检这个事儿啊，你们觉得合不合理呢？可以到我评论区讨论一下。今天呀，给正在找对象的你分享5句话，这个视频可能啊会改变你的择偶观，所以呢不妨来听一听哈。第1句，你要相信缘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其实命运早有安排，这就是缘分。我们看不透正在经历的事情，只有经历过后啊才能感悟，这就是因果。所以你一定要去经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不太相信宿命，只相信爱拼才会赢。但感情这件事啊，你应该相信啊，与谁分开，与谁相爱，一切啊早有安排。第2句呢，放下执念。很多人哈，择偶观里面就有一些执念，比如说你必须要找一个什么学历的，年收入必须多少多少的，必须本地的等等，这些执念。可能你自己经历的某件事情会让你产生这样的结论，但是你应该清楚哈，我们不能仅凭1-2件事就对一个群体往下结论的，乱贴标签啊，以点盖面，这都是不客观的表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啊莫强求。放下执念，你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才能遇到更好的人。第3句，人生无常。无论生活中还是感情中，我们一直都走在解决问题的路上，问题呢一个又一个的出现，我们呢就一个一个的去解决。
如果你因为遇到一点小小的问题就厌世逃避，那经历一点点挫折就觉得自己看破了红尘，那只能说明你还不够成熟。成熟就是与问题和平相处，坦然去面对无常。正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第4句话寻找平衡。情感基础和物质基础是婚姻的2个基本组成要素，它们是同等重要的，相辅相成的。就像易经中的太极阴阳，情感是在阴，在心里看不见的，摸不着的；物质呢是阳的，是表面的，肉眼可见的。如果你只把其中一项看得过重，而忽略了另外的一项，那就会顾此失彼，生活就会失去平衡世间的万物皆是如此嘛。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平衡之中，不平衡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万事只求半称心，这是出自杭州灵隐寺的一副对联。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伴侣，没有完美的婚姻，更没有完美的生活。如果你自己都不够完美，就不要要求对方太完美。万事如意呢，只是愿望一半称心已属是上等福报了。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那也要允许别人做别人，对吗？其实你就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就那些在北京一年有几十万上百万收入的男生，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真的人家是找不到对象吗？明显就不是嘛。他们其实还是想找那种既年轻又漂亮的女生，而且呢学历还好这样的小妹妹。但是真的还是有一些30多岁的女生她会觉得这样的男生是他们的菜。我真心说一句不好听的我在这行干这么久了，我觉得现在真的可以，你去养老院看看得了还在这张口闭口的要找20多岁的弟弟，这些更不现实。这些弟弟看起来又帅又有钱，人家图你什么？你心里肯定更清楚嘛。你认真就输了，除非你真的长得跟刘亦菲一样，要么你愿意给弟弟们花钱也行。美女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男生女生的比例1比8号称剩女之都。那我们就是要面对现实标准合适就可以了。你再磨叽几年，真的只能嫁个2婚，还给别人当后妈呢，愿意吗？抓紧了。相亲就应该直接挑明态度。这个视频呢，我是劝女生们咱们相亲是直接奔着找结婚对象去的。相亲就是先看条件，再培养感情。你见得越多越容易挑花眼，总觉得下一个可能会更好。而对男生呢，你可能说不上很喜欢，也说不上很讨厌，就是没感觉嘛。那没感觉就是没眼缘，没眼缘可能就是没缘分嘛。那你就抓紧撤。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相亲对象身上找感觉，那是不太现实的，只能在相处中慢慢的去找，而不可能一上来就可能有。你要是一直在找感觉这种状态去相亲，那你真的找不到。但是你如果非常确定，那你就别端着也别憋着，也别挂着，你这样只会让男生摸不着头脑，人家还以为你在考验他呢。而且呢，年龄越拖越大越难找，遇到满意的就主动的问，不要觉得主动问行不行喜不喜欢就很掉价。你主动问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节约时间，觉得行咱就可以吃吃饭聊聊天聊一段时间之后呢，见过几次这个人跟你投不投缘，你心里已经就有答案了嘛。不喜欢就赶紧拒绝，你也别吊着人家又对人家爱答不理。吃饭呢你也去礼物呢你也收，结果呢腰也不让搂，手也不让牵，你说那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你一定要清楚，在相亲这种大前提下，你能遇到一见钟情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你想让男生对你展开疯狂的追求的几乎是没有的。相亲就是很现实，它也非常的不浪漫，所以劝你们不要抱有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好吧，姑娘们。相亲一定要主动首先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是去相亲的，目的很明确，不管你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你都应该直奔主题，而不是藏着掖着扭着捏着端着装着。你想知道对方哪些情况，你就主动问。有的人不会问也不知道怎么问，觉得主动问就会显得自己太着急或者太物质，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每天呢都只聊聊日常，也没有办法推进关系，什么都等着别人问你。很多人都在等，都在猜，等对方开口，猜对方的意图。如果你们2个人都是这种状态的话，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会拖很久的，而且很容易错失姻缘。那怎么主动问呢？既自然又舒服呢？既不会让自己觉得尴尬，又不会让对方觉得太着急呢？核心只有一个，
就是先主动介绍自己，掌握以下3点哈。第一，相亲一定要先见面啊，你看着照片在微信上聊再久啊，意义都不大。见面要先看看脸，看看外表有没有生理上的排斥，如果没有生理性的排斥，看着很顺眼，有想进一步了解的意愿，那你就应该主动介绍自己了。基本的情况啊，那些什么身高啊、体重啊、年龄啊、属相、星座、学历、工作性质、从事的行业、工资收入等等这些，当然你也不要把这些啊全部一次性说完了嘛，对吧？你先介绍1、2项，然后你再去问对方同样的问题，先介绍自己，再询问对方，这样不就不尴尬了吗？这个就是正常的聊天模式。如果你一上来就问对方你多大了，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口人啊，就会显得你很没有礼貌。第二个呢，了解完基本信息之后，如果对方和你的互动非常愉快，你还有继续想要了解对方的想法，那可以继续主动的跟对方约见面呀。很多的话题需要深入展开的聊，比如说性格特点、业余爱好、朋友圈子、情感经历、家庭关系、工作日常、消费观念、结婚打算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1句2句能说清楚的，往往需要在实际的相处当中结合实际行动来体现。你比如说啊，性格特点啊，你听他说，哎呀，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情绪也很稳定，这样是不够的。在实际的相处当中，你才能发现，如果因为一些小事他就会着急上火，甚至跟人发生冲突，那说明他呀，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人啊。第3个呢，合不合适啊，也要主动的去说，不管是第一次见面还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对对方有没有好感，合不合适，你都应该主动的去说，然后询问一下对方的态度。很多人都是默认聊天不积极就已经说明我在拒绝啦啊，我不主动联系你就是已经没有好感呀，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表现，这会让对方很抓狂啊。很多人他不明确拒绝啊，实际上呢就是在给自己留退路啊，这边想着那个啊放一边啊，万一这个不好呢，我还有备选项，万一对方疯狂的追求让我动心了呢，也不是不行。所以说了解了以上这3点，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对不对？北京将来可能会有1半的女生孤独终老，找不到对象。你千万别觉得我危言耸听啊，目前的事实就是这样的。很多女生找对象呀，她其实根本就不是按照自己实际情况来择偶的。23、24岁的时候呢，有好多人给她介绍，因为那时候她年轻啊，有年龄的优势，自己就开始挑哈。所以他们的要求呢，就是有房有车，然后高收入，工作好，家庭背景也得好，还要求男生长得帅，有眼缘，对他好，对他大方。这完全就是逼着自己在找霸道总裁嘛。就这么拖，最后把自己呢拖到了28岁以上了，在相亲市场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像北京这种1线大城市哈，其实呢每年都会有很多优秀的女生在涌入，虽然我这里确实有很多优秀的男生都满足这些女孩所有的要求，但是你们又有什么优势来和那些比你更年轻更优秀的女生竞争呢？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北京的天坛公园、中山公园这些相亲角看一看，每周都有很多来相亲的，挂资料的都是父母居多，并且90%以上都是女孩的家长。就是为什么呢？你细品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种很神奇的男女思维，男人每天都在想什么呢？这个女人是不是喜欢我呀？哎，怎么约她出来喝酒呢？这么好看的妞被哪头猪给拱了呀？拱她的猪一定很有钱，不行，我得努力挣钱，这样我就要什么样的女人都会有。但是怎么才能让女人不花我的钱又能跟我好呢？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富婆我今天想找哥们儿打游戏玩会儿牌，我想喝个酒，我想抽个烟，怎么才能让这个女人她别管着我？哎，这个女人又来查岗了，烦不烦呀？什么时候才能像古代一样可以3妻4妾呀？再看看女人每天在想什么听好了，女人想的是，今天我要不要洗头呢？今天我穿什么衣服呢？哎呀，我好像没衣服穿了，我好想再买几件。中午吃什么呢？天天吃外卖，有人给我做就好了。我的快递怎么还没到呀？我这个鼻子要是再高一点就好看了，我的皮肤能不能再白一点呀？我要是大长腿就可以找个更帅的男朋友了。哎，我的大姨妈怎么还没来呀？哎，我的大姨妈怎么又来了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富婆呀？要是能不用天天上班就好了，啥时候才能躺平做女人太难了。关注丽欣姐，脱单更快捷。我不否认婚恋市场上呢，确实有很多的女人，她比男人厉害多了。但是呢，她们来找对象一开口就是自己是某某头部企业的高管，年收入呢几十万上百万，
一线城市有房有车言下之意呢就是自己有多优秀。但是可惜他们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最近就有一个姐妹儿36岁了，海归的硕士某互联网大厂的高级管理，年薪100万。她来了呢，就往那儿一坐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毕业于海外某某高校现任呢中国某头部企业的高管，年薪100万，北京有房有车存款呢7位数，自认为保养得非常好，看上去呢也就28岁左右，心态还很年轻，可以接受姐弟恋。于是呢我就问他那你想找个啥样的？他说我最多能接受比我大3岁以内，硕士以上学历未婚的，市中心必须有房子，面积得大于自己的房，最好呢有2套以上，收入方面呢最好是自己的收入的1倍以上，工作能力一定得比他强的，要让自己有仰慕感、跟随感，否则呢没有吸引力。如果年纪比自己小，可以接受条件不如自己的，但是呢得长得帅得有上进心，我也不能等待他太久陪他成长吧。我听完之后我真的头皮都麻了，于是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亲我觉得吧你更适合单身的，干嘛非要委屈自己结婚呢？你看你有车有房有存款，生活的逍遥自在多好为什么非要结婚给自己找这个麻烦呢？你自己想一想，你要找的这个男人年薪几百万就比你大2-3岁，事业有成，估计外貌方面你也不想找太丑的，对吧？比如说身高太矮的、秃顶的、大肚腩的这些你肯定看不上吧？那如果人家要是有那个条件呀，他可能根本就不找咱们这个年纪的。于是他就说那我也足够优秀呀，我不像别的女人什么都没有，我还要这要那的，最起码我不双标吧。于是我想我要是再不跟他说点实话，他这个梦得做到70岁。我就说这个婚恋市场女人过了35岁以后就很难会遇到优质单身未婚男人选择你了，过了40岁那根本就不要想了，概率为0。何况那些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你以为他们喜欢女强人吗？喜欢高级知识分子吗？真的未必越有钱的男人他越不在乎女人你能赚多少钱，他们只在乎这个女人年不年轻，漂不漂亮，性格温不温柔，胸大不大，腰细不细。可是他还是听不进去说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你说的那么肤浅的吧。我真的是服了他了我说现实就是这样的，那隔壁村的老王今年55岁了不肤浅一辈子了，是个女人就行。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了我还没有见过不肤浅的有钱男人。再说了喜欢年轻漂亮的就是肤浅吗？那你也一直在强调男人的物质条件就不叫肤浅吗？相对于年轻女人来讲，你没有人家年轻，也没有人家胶原蛋白多了，性格瞅着还比较强势，有钱人娶你回家干什么用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对不对呢？别忘了给我留一个小心心再走你配得上这样的男生，但是呢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实力你却不知道。前不久呢我这里来了一个92年的女生，她呢想跟我聊一聊自己的择偶定位，因为她说自己从25岁就开始相亲了要求条件一直都不算高没有变过，但是这几年相亲下来没有一个谈成的。之前呢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呢还有几个男生有点意向接触一下但是后来呢还是因为对方觉得不合适就收场了。她说自己是92年的，想找一个大3岁以内的男生不算过分吧，自己呢是体制内的工作，想找一个同样是体制内的，这一条应该也没有什么毛病吧。然后呢收入方面比自己高一点就行，他1年呢12万，对方呢有个30万就 OK 了。在北京这样的收入的男生不是很多吗？这一条是不是也不算高另外的话呢自己在北京有房有车，所以希望对方呢也有房子也有车。然后学历方面，因为自己是个硕士嘛，所以呢希望对方呢也是个硕士，这样呢也算是很对等的，对吗？身高的话自己1.65米，要求对方175，这个也很正常，是不是？我听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从条件的匹配角度来讲的话，这样的要求呢确实一点都不过分，非常的正常，并且匹配的很好没有高攀也没有下架，挺合适的。
的确，你的条件应该配这样的男生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你不能忽略了。我给他分析了一下，一个在北京的男生，年龄34岁以下，身高在175以上，体制内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年薪30万以上，还是个硕士的学历。那么这样的一个男生，他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的大。就从年龄这一项来讲，他可以从20岁到30岁的姑娘中筛选，而且基本上比你年轻的女孩们啊，也都想找这样的男生，条件要求都跟你差不多。而一个女生的年龄又是男人最看重的一项。但是你自己呢，3个年龄段的男生，从学历来讲，男生呢可以从大专选择到硕士，这一点他的选择范围仍然比你大很多。那么还有就是啊，关于收入啊、房子啊、车呀，这几项是男生不太看重的东西，所以你有车有房对他来说意义不大。毕竟就算结婚之后，你的还是你的，他是占不到太多便宜的，对吗？所以啊，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生们肯定愿意找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所以你在匹配对象的时候啊，不要去跟男生匹配条件，而是要跟你的竞争对手去对比一下，你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样才是对的。其实现在啊，结婚率已经非常低了，基本陷入了一个死局。因为好多的女生找对象啊，如果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她就不要啊。那男生呢，你有房有车有存款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不会给我用啊，我也不要你。有的男生觉得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呀？而没有的男生呢，啊，反正我啥也没有嘛，啊，我就不找了，反正我也找不到。有房有车有存款的女生呢，啊，又觉得那我啥都有了，我找个男人干嘛呀？男人呢觉得，哎，我有别墅啊，靠着大海，哎，我多有钱，我更不想找了，我找谁我都吃亏啊。总之呢，很多的女生啊，不管有没有都不满足，很多的男生呢，不管有没有都不大情愿，比来比去，选来选去，都30好大几了啊。好多呢，好像自己过啊也没啥大不了的，那就接着自己过呗，反正都习惯了，所以他们都结不上婚。你们说对不对？